正式开始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一起玩一个游戏。我们现在呢有4个角色，分别是石头、剪刀、布和枪。那么请第1排跟第2排的朋友们和我做一个这个动作，来举起你们的手。记住，你们现在的身份是石头，你们可不是一般的石头，你们是女娲补天留下来的那块石头。贾宝玉就是你们的亲兄弟。那后面2排的朋友，请跟我一起做一个这个姿势，比个耶。对，比个耶。你们的角色是剪刀，你们也不是一般的剪刀，你们是由日本的一个剪刀大师叫做平川康弘制作的剪刀，1把的价格就可以买一辆奥迪，非常的珍贵啊。那后面几排的朋友们，跟我做一个这个动作好不好？好。那你们是非常珍贵的布料。是什么布料呢？是由金丝猪吐出来的丝而制成的布料，硬度非常的强，相当于防弹衣的一个韧性的强度。那么最后1排的朋友和我做一个这个动作好不好？比一个枪，对，比一个枪。好，谢谢大家的配合。你们也是非常厉害的手枪，你们是世界上最快最准的手枪，型号是博莱塔 92F 型手枪。好，大家现在应该都记住自己的角色了。下面呢，我要介绍一个人物，这个画的非常的灵魂啊，是我自己画的，比较丑，大家不要介意。中间这个长了3根毛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的人呢，我们现在把它暂且称为小人。他呢和你们都有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曾经嘲讽过石头，说你们又笨又丑。他曾经暴打过剪刀，就因为剪刀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了他一脚。他还曾经冲布泼过脏水，因为嫉妒布的你们的美貌。他还呢陷害过枪，因为想要在一次竞赛中赢过你们，所以使用了肮脏的手段。总之，你们4个角色都非常的讨厌他。好，就记住这个小人呢，大家也知道了和他的这个关系。那现在我宣布一条消息，这个小人呢，他死了，而嫌疑人凶手就在你们4个角色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案发现场，这也是我画的比较灵魂，大家就简单随便看一下。从这个案发现场呢，我们可以得到几个消息啊。第一是小人的胸口上在心脏的位置是插了1把剪刀的。第2是小人的衣服上被检查出来是有硝烟反应。第3是小人的颈部有一个勒痕。第4是小人的头部曾经受到过重击。那仅凭这张图，大家可以知道凶手是谁吗？其实是不行的，对，我看到后面有朋友摇头了，因为我们的证据确实是不够多。那下面我来公布第1条证据。第1条证据是小人脖子上的这道勒痕颜色较浅，这说明什么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啊。对，有人还给我比了一个动作。对，这说明呢，并不是布，凶手不是布。如果他是勒毙的话，那他这个颜色肯定会更深，对不对？那现在我再公布第2条线索，死者的死因是贯穿伤失血过多，这又说明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贯穿伤失血过多对，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了石头的可能性，对不对？石头的同学们可以放心的安然的坐在这里了，因为石头造成的是头部受到的重击。那么现在凶手呢就已经锁定在了剪刀和枪之中，对吧？那究竟是谁呢？我们来公布第3个证据。第3个证据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在这个有一个柜子，犯案现场有一个柜子，那么这个柜子呢曾经被移动过。这个可以展开一下想象力，为什么凶手会移动这个柜子呢？他想要隐藏什么呢？这个是需要一些脑洞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柜子移开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柜子后面有一个地方，后面的墙壁上有一个弹孔，而这个弹孔里面有一颗子弹。那现在大家可以告诉我，杀死小人的凶手是谁了吗？对，我看到后面有朋友比出了枪的姿势，没错，就是枪。那这就是真正的凶手。我们玩完了这个小游戏，我想问一下，现场有多少朋友是玩过剧本杀的？玩过的朋友可以举个手。还真不少，对，一半一半吧。对，
那么我也给没有玩过剧本杀的小伙伴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剧本杀呢，最早的来源是来源于西方的一个宴会游戏，后来呢，它传到了国内，逐渐在年轻人当中开始风靡。那么最早的剧本杀呢，只有推理本，它是以推理和查凶为主的一个类型。后来因为呢市场和玩家的一个拓展，它又有了以情感为主的情感本，也有以机制为主的一个机制本，以恐怖为元素的一个恐怖本，还加了很多的比如 NPC 演绎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环节。那么剧本杀我们现在讲的是线下的剧本杀，因为线上的剧本杀还有 APP 的类型。线下的剧本杀呢，主要又分为有纸本和实景本。纸本呢，就是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就能玩，那么所有的证据和剧本都是纸质的。想象一下，在5、6年前的时候，如果让6、7个陌生人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坐在一张长桌上面尬聊，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剧本杀做到了这件事情。还有一种类型呢，叫做实景剧本杀。那什么是实景剧本杀呢？实景剧本杀呢，就是为这个剧本去打造了一个符合剧情的场景。那么玩家呢，就会穿着符合场景的衣服，来到这个场景里面去进行实物的一个搜证，最后再进行判断。其实我还设计过一种类型的游戏，叫做沉浸式剧场。那很多人也把它称之为剧本杀。那一般的剧本杀的人数大概是4到10人左右，而沉浸式剧场实际上是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大概在15到50个人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下面来一起看一组我先来看一下这个还没有给大家介绍，最左边呢就是实景剧本杀，这个是我们当时玩的一个蒙古主题，所以我们看我都穿了那个蒙古的衣服。中间呢是一个纸本的剧本杀，可以看出我们就穿着一个便服，大家只要有一张长桌就可以进行了。最左边的这个是一个沉浸式剧场的照片，它在上海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演员，可以有很多的玩家，也可以容纳很多的人。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组数据。左边的这个呢是2020年实体剧本杀的消费洞察报告，旁边一个是近10年桌游相关企业的一个注册量。可以看到剧本杀在前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线下的娱乐方式。那为什么剧本杀会这么火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了。有人说呢，它是可以体验一次完全不同于自己现在所经历的人生。有人说是因为它的娱乐性，有人说是因为它的机制，等等等等。那么这2年剧本杀确实因为疫情的缘故，稍微就萧条了一点，但是它还是非常受到我们的喜爱。为什么剧本杀会火呢？有人要这么问。那么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有趣。我们可以在里面认识一些有趣的人，体验一些有趣的剧情，再度过一段有趣的时光，这是非常的宝贵的。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一些精神类的活动，比如说看书。看书的话，我们并不能够大家一起去读；看电影的话，我们要看完它之后呢才能够交流。只有剧本杀，你是可以一边在体验它的过程，一边必须要进行交流的。我在19年的时候呢，在上海是开过一个实景的剧本杀店的。当时店里呢是有3个主题，一个是一个美式科苏鲁的主题，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科苏鲁的感觉就有点类似于巨物恐惧症，加上一点未知怪物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还有一个是动物的主题，最后一个呢是后来我们又加了一个恐怖的主题。在开店的过程中，我也真的接待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玩家朋友们，有初中刚毕业马上就要上高中的一些小朋友，也有呢复旦交大的一些推理社的社员，还有过来团建的一些同事们，也有一些过来组相亲局的男女们。我下面就来讲2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玩家。其中一个玩家呢，我暂且把他称为小 A。小 A 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和我年纪相仿，他是通过拼场的方式来到我们店里的。拼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组成那么多人的话，我们就需要加一些陌生人进来陪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
那么小 A 在游戏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他逻辑清晰，交流也非常的顺畅。最后他走的时候还给了我们店一个非常中肯且专业的评价，我们都对他印象很好。后来呢，我也加了他的微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位抑郁症加双向情感障碍的一位患者。他实际上因为这个病，他是并不能够出来工作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当时都在上海，所以说后来我又在很多的剧本杀局里面有碰到他，他表现的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并且呢，我也有在像大众点评、百度贴吧这样的平台上看到他关于剧本杀的一个精彩的评论。那么我想，也许剧本杀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对外界交流的一个出口。还有一组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玩家，是一组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的，我称他们为夕阳红老年剧本杀团。那这群叔叔阿姨来到这边玩这个游戏之后呢，本来我会以为这样的游戏对他们来讲难度应该会非常高，但实际上叔叔阿姨的表现非常让我惊讶。他们无论是对案件的一个剖析，还是对人物情感纠葛的一个洞察，都非常的到位。在我带过的玩家里面，也算是很厉害的类型了。特别是那场游戏里面有一位阿姨让我印象很深刻，她在抓自己游戏里面的未婚夫出轨的细节的时候非常厉害，非常敏锐，堪称福尔摩斯在世。那么除了在我接待过这些玩家之外呢，我还因为玩剧本杀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有程序员，有精算师，有自己开甜点店的朋友，也会有机构的英语老师等等等等。那其中有一位是一个牙医诊所的一个高层，他经常偷偷的跑出来跟我们一起玩剧本杀。那么就因为剧本杀，我们变成了除了家人和朋友和自己的同事之外见面最多的人。这一点是在工作之后非常难得的，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我后来在上海呢洗牙就再也没有花过钱，感谢那位在上海做牙医的朋友。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对，这就是老年剧本杀团，可以看到他们的年纪，已经上了一定的年纪。那位福尔摩斯阿姨没有在里面，当时没有给她拍到照片。其实有不少朋友会觉得，喜欢玩剧本杀的人是不是一定是那种社牛型，很喜欢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实际上并不是。我接触下来的很多的喜欢剧本杀的玩家，他们大部分呢在现实生活中都不想要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剧本杀里面他们却放得非常的开。这个里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家在扮演其他的角色的时候，反而能够更好的、更真实的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表达。这句话听起来呢有点绕口，实际上我打个比方就会非常简单，就像是你走进了一家假面舞会，所有的人都戴着假面，都是戴着面具的，而你只需要扮演好你的面具，然后和大家交流就可以了。那么在面具的隐藏之下，你可以更真实、更原始的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原来生活中的那些人设包袱可以通通忘掉。所以说我是非常推荐那些不擅长交流，但是又想体验一下有关于交流的一个社交活动的小伙伴去试一试剧本杀这个游戏。我有一对不喜欢、平常都不爱讲话的小伙伴，就是因为玩剧本杀这个游戏恋爱了。他们说两个人是因为日久生情这样，但实际上我感觉他们俩的恋爱是因为胆子都很小，所以他们在玩带有恐怖元素的恐怖本的时候，经常瑟瑟发抖的抱在一起，就在两个人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中，爱情就这么诞生了。所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社交方式，有一个自己的精神活动。过去呢，我们有麻将馆；过去呢，我们也有茶馆；现在呢，我们有沉浸式，有剧本杀。也是感谢他们陪我们度过了一段可以精神交流的时光。也许有一天，剧本杀这个行业、这个娱乐方式会没落，但我相信以后一定会有新的可以链接我们彼此精神的方式出现。因为
大家都需要交流，大家都需要我们有一些 social 的时间。也是因为剧本杀，我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段的经历。所以最后，谢谢剧本杀，也谢谢大家。